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刚从拍卖会下来，我抓起手机随意瞥了一眼，死了很久的学生会群，突然有人疯狂啊我！季时也，咱主席今天结婚，你居然不来，太不给面了。我这才知道，昔日学生会主席江峰今天大婚，除了我，其余的学生会成员都到场了。抱歉啊，工作太忙了，走不开。祝江主席新婚快乐。在校时，我们的关系也并不算熟人。我客套一句后，准备礼貌推掉。哟，季总大忙人啊，你艰难工作1个月能有3000吗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万一人家有3500呢？消息刚一发出去，我就遭到了群里人无情的嘲讽。怕出礼金，此时江峰也艾特我，放心，你可以不出礼金，毕竟你挣的那3瓜2枣我也看不上，你得搬砖多少天才能挣上这点礼金？咱峰哥大度不会跟你计较的。有人附和道，也是，你当年死缠烂打都没能追到的戏花成了我们峰哥的老婆，谅你也没脸来。我皱起了眉，有这事。记忆里，我大学一直勤奋学习，从不曾追求过谁。悠悠，这还给你装上了。江峰继续嘲讽，顺手发来了一张证件照，睁大你的钛合金眼看清楚了。看到照片上女人的一瞬，我愣住了。宋之玉，一股怒意袭来。3个月前刚和我订婚的女人，转头就和别人领证了。我的脑海里还在思考是该相信宋之玉，还是把这件事查个透彻的时候，群里嘲讽我的消息刷屏似的弹了出来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别是在打螺丝的角落里暗自抹泪吧？你快别杀人，还扎心了。人家宋之玉现在还是博成集团的总裁。对，新婚前夕还送了一套海景别墅和1辆法拉利给峰哥呢。一系列消息让我有点发懵。我正准备打电话质问宋之玉的时候，江峰做起了好人，替我说话。季时也，虽然你混到了打螺丝的境地，可兄弟们不会嫌弃你的，只要你赏面来参加婚礼，把哥几个伺候高兴了，我还是可以给你安排个后勤部的工作的。那可是博成集团的后勤部，就算打扫卫生，朝9晚5的，这不比你那996的破班轻松多了。好啊，打完这2个字，我就屏蔽了群消息。老公，快把外套穿上，别冷着。刚下车，宋之玉就递了件大衣给我，我淡定地接过，脸上并没有表情。宋之玉的笑僵在了脸上。怎么了，老公？那件东西没有拍下来吗？他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丝询问和小心翼翼。想到刚才的事，我脸上扯不出笑容，只得轻轻摇了摇头。没事，你回房吧。对了，老公，我这几天要跟闺蜜去旅游，可能要出门1周。说完，宋之玉就在我脸上重重嘬了一口，留下一个湿漉漉的唇印后，这才蹦跳着回房。博成集团女总裁吗？看着未婚妻雀跃的背影，我陷入了回忆中。我和宋之玉在大学时相识，那时也不过点头之交而已，真正确认关系是在1年前，而订婚是在3个月前。在这1年的恋爱关系里，宋之玉对我的照顾可以说得上是无微不至，每晚陪着我加班，为我端茶递水，当我不舒服时为我按摩，缓解疲劳，还会在我母亲生病时主动去陪床。所以订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但现在摆在我眼前的证件照和他虚假的关怀，让我成为了一个笑话。我抓起手机，翻到群聊里的地址，顾不上等司机送我，随便开了辆车就向婚礼现场疾驰而去。
映入眼帘的是十里红妆的盛大场面，隔着一条街的距离，满地的红毯堪比时装周秀场，还有那巨型屏幕上刺眼的祝福语：祝博成集团总裁宋之玉新婚快乐。屏幕下是江峰捧着花，梳着大背头，踩着尖头皮鞋，翘首以盼，等待宋之玉的场面。旁边围绕的赫然是大学时期学生会的全部成员，一如既往地捧着臭脚。峰哥，还得是你啊！宋之玉可是博成集团的老总，都如此轻易就被你拿下了，佩服佩服。是啊，主席，你可瞒得紧，结婚了才告诉咱们。以峰哥的聪明才智，结婚后不就约等于博成集团是你的了？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提携兄弟啊！我还看到校长也舔着脸送上了一份大礼，搓着手讨好道：江峰啊，当初我就说你是能成大事的，果然啊，我眼光不错吧？你现在混成了总裁老公了，校长还不忘扯一扯友人的袖子炫耀，厉害吧？我学生听着他们的奉承，江峰脸都翘到了天上，还不忘商业互捧一波。哪里，还是靠学校的培养。看着他们虚伪的面孔，我不由得想到了曾在这些面孔下讨生活的宋之玉。那时的他初出茅庐，性子又软，任谁都能在他头上搓揉两把。每天经过时，都能看到身子单薄的宋之玉在走廊挨骂。碍于同学的缘故，也许是我动了恻隐之心，我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，开始教他职场技巧，玩转人情世故。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将自己渲染成博成集团的总裁，还大肆吹嘘给了学生会的成员听。他的做法和我印象里的宋之玉大相径庭。哟，这不是打螺丝的纪时野吗？居然还舍得租豪车来啊！租金多少钱一天啊？一个月工资够租车吗？把你能的！人峰哥的婚礼，你租个豪车过来装腔作势，咋的？心有不甘啊？我刚开拢，准备下车的时候，就被学生会时期的狗腿子秦明朗看见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对我嘲讽了起来。峰哥不就是把你没追到的女神弄到手了吗？你也够小心眼的，还租辆豪车过来显摆，你也不看看人家宋之玉是总裁，哪能看得起你这租来的车？是啊，还穿的西装革履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总裁呢。我说真没必要，宋之玉最讨厌这种炫富的人，关键他还没钱硬炫。有了人牵头，学生会的成员都对我口诛笔伐了起来。要我说，你别整这些虚的，诚心向峰哥道个喜，说不定你那后勤工作还有着落。这么高调出场，这不明摆着给我们峰哥难堪吗？真虚伪！我面色冷冷地看着这些曾经的同学，正想要开口解释，江峰捧着花丧着一张脸走过来。你这车哪儿租的？怎么和我老婆的其中一辆车那么像？待他伸长了脖子，看清车牌号的时候，他气得脸都绿了，猝不及防就是一拳打在了我脑门上。我 TM 弄死你！你居然敢搞我老婆！我说宋之玉怎么老是出差不回家呢？原来是跟你搞到一起了。说你们有多久了？开过多少次房了？狗东西！睡我老婆，用我老婆的，还敢开着我老婆的车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！江峰越说越气，拳头如雨点般向我身上砸来，猝不及防被打得我有点懵。这车是我2年前买的，宋之玉当然偶尔也会开，不过这确确实实是我的座驾，啥时候成了宋之玉的专属了？峰哥，是不是弄错了？嫂子应该不会那么做的。对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说清楚就好了。几个拍马屁的成员
见势不对，都尴尬的在打圆场。唯有江峰气急败坏的掏出手机，将相册里的照片一张张翻给大家看。这车就是华成辉，我都认识。操，狗杂碎，搞我老婆！大家都伸长了脖子，也确实如大家所见，相册里密密麻麻都是江峰和宋之玉的照片。他们在车里意乱情迷的拥吻，在车头搞笑自拍，甚至我还看到了几张大尺度的亲密照。种种证据都表明，宋之玉确实跟江峰搞在了一起。我闭了闭眼，心有些凉。大伙看到这铁一般的证据，静默了一瞬后，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江峰那边，为他找场子。纪时也，解释一下，峰哥拿你当兄弟，你倒好，居然睡起了峰哥的老婆，看不出来呀，你居然这么虚伪。江峰也指着我鼻子怒骂。我说，怎么你这尊大佛千请万请都不来？原来是勾搭上了我老婆，怕事情败露不敢来啊！你也太贱了，非得在我婚礼当天来现场恶心我。纪时也，你怕是想嫁进豪门，想疯了吧？可是让你失算了，宋之玉最爱的还是我，就连校长都唾弃了2声。纪时也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真是我孝之不幸啊！居然出了你这种品行败坏的人。在场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骂了起来，有人甚至拿出手机拍起了视频。博成集团总裁疑似包养小三，大闹婚礼现场。江峰气的将那人手机直接抢过来砸在了地上。你发出去是想丢我的脸是不是？那我还混不混了？确定了宋之玉出轨的事实，我揉了揉险些肿起的头，准备离开。江峰，我此造不过是确定一件事，但是看到你这么不辨黑白，颠倒事实，我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了。不久你就会明白事情全部真相的。当然，依然祝你新婚快乐。江峰气得眉毛倒竖，脖子涨红，操啊nam的！睡我老婆还说我是非不分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真相是什么。说完，他走到我车前，举起凳子就朝车头砸了下去。咚的一声巨响，车头被砸下去极大一个凹坑。这还不够，江峰还拿起油漆就往我车身上喷了起来。我是男小三，我是鸭王，几个大字刺得我眼睛生疼，仿佛无时无刻在提醒我宋之玉出轨的事实。我咬着牙提醒江峰，你这么做可想过后果是什么？江峰怒极反笑，怎么，车是我老婆的，我砸我自己的车怎么了？你一个小三是怎么有脸张嘴的？睡老子女人，砸你车都算是我仁慈了，老子恨不得把你大卸八块。越说越气，江峰猛地向我冲了过来，那模样真是要把我大卸八块的架势。周围的人急忙上前拉偏架，他们死死架住我的肩膀，困住我的腿，让我动弹不得。江峰的拳头一个不落地，全砸在了我身上，直到江峰打到泄力，他依然觉得不爽，转身拿了根铁棍，将我的车从头到尾砸了个遍，边砸边骂，让你小子睡我老婆，老子砸了这车，让你装，奈何车子质量过硬。江峰砸了半天，车子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于是江峰大手一挥，那群狗腿子立马加入了砸车的阵营。即使也这种狗东西都敢欺负都咱峰哥头上了，肯定不能让他继续作威作福啊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，谁砸得越狠，我大大有赏！江峰喊道。我冷冷看着他们砸车，并没有阻止。此刻他们砸得有多欢，赔偿的时候就有多痛。一辆车而已，砸了就砸了，不过希望你们赔偿的时候不要喊痛。江峰听了我这话，冲过来就是一巴掌，
狗腿子一脚将我踢跪在了地上。峰哥，这货还装呢，真是嘴硬。江峰一口浓痰吐在了我脸上，说的好像车是你的一样。我砸我老婆的车怎么了？江峰恶狠狠盯着我，下一瞬，他抽出了我放在内侧口袋里的盒子，那是我刚从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帝王绿翡翠手镯，准备送给母亲当生辰礼物的，价值1个亿。操，你这狗东西，居然还懂翡翠呢！我看这成色不错啊，绿的发光，别是玻璃的吧？江峰狐疑的眼神看向我，哪儿买的酸喜货，居然还能出证书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件翡翠我跟了许久，历时半年才从拍卖会成功拿下。这件翡翠的感情价值更胜过它自身的价值，它是老料子，曾在我母亲手上短暂停留过，这是我为了圆母亲的梦特意拍回来的。甚至连宋之玉都知道我对这件翡翠的重视程度。我看东西不像假的啊，光圈很明显啊，哪儿弄的好货？别是偷的吧？江峰做事将翡翠手镯抛了又抛，我的心也跟着提了又提。江峰，你今天敢动这翡翠手镯，我让你后悔来到人世。哟，狗东西还会威胁人了，看看这模样多凶，我都快被吓到了。我被按跪在地上，起不了身，拳头捏得咯吱响，双目猩红。啊，我好怕，我还就动了。你怎么着？江峰又将翡翠手镯高高抛起，然后看着它摔落在地，清脆的破碎声传入耳朵。你也配威胁我？拿个破东西唬谁呢？看看，这可是宋之玉送我的手表，比你这破翡翠值钱多了吧？江峰炫耀似的亮出了那枚江诗丹顿限量级手表，我记起来了，那是在订婚前，宋之玉曾当着我面买的礼物，说要送给我作为订婚礼物，后来他没送，我也没过问，没想到是送给江峰了，拿我的钱买订婚礼物送给江峰。我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心寒，尽管已经提醒自己多次该死心了，可是江峰的行为还是刺激到我了。我紧握双拳，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，眼中尽是愤怒和决然。哟，他急了，看到人家宋总一出手就是几百万的手表送出去，他嫉妒了。这傻逼真把自己当回事呢？被打脸了吧？还什么帝王绿手镯，被峰哥这枚手表比下去了吧？我看玻璃手镯还差不多，啤酒瓶底都比他的好看。旁边人无情的嗤笑，让我再也忍受不了了。我使劲挣脱双臂，颤抖着手拿出电话。宋之玉，你给我滚过来！刚挂断电话，我就又被江峰一脚喘跪到了地上。梦还没醒呢，你瞎说什么胡话呢？敢使唤我老婆，她是总裁，还你是总裁啊？你敢这样对她说话？你别真把自己当回事，我老婆不过就是玩玩而已，你还真以为她爱的是你啊？我老婆可是在床上跟我无数次承诺过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个，你就死心吧。江峰睥睨地看着我，满眼的玩弄之色。临到此时，我反而冷静下来了，不想再跟江峰争执，只冷冷丢下一句话：等宋之玉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哟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呢？我 TM 就看不惯嘴硬的人。江峰将我提了起来，怒扇了几巴掌，我脖间的挂坠掉了出来，被江峰一把抓住。身上东西不少啊，还玩天珠，这都有钱人玩的玩意，你个打螺丝的玩什么？你懂吗？江峰说着不解气，又连踹了我好几脚。我挣扎着使劲攥住他的手，把东西给我放下，这个东西你不能碰。看我发狠般的提醒，江峰突然就乐了。来，解释给爷听听，
这天珠什么来历？只要你编得好，把爷哄高兴了，这天珠我就还你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医生曾断言我活不过20岁。我母亲不肯放弃，带着我四处寻医，直到找到了一位边疆的巫医，用天珠开光过后，放在寺庙7七49日祈福，再给我戴上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身体真的就一天天好了起来，但是母亲的身体却大不如从前。直到前些日子母亲病重，才告诉我实情。她用自己的寿命给我续命，我往生，她往死，这都是为人母的一片心意啊。所以我如此重视母亲想要的那只翡翠手镯，如此重视这枚天珠。江峰砸坏的不只是冷冰冰的物件，更是母亲对我那无私的爱。见我半天不应声，江峰突然就把天珠还给了我。我紧握住天珠，差点潸然泪下。车砸了没关系，翡翠坏了，只要天珠还在就好，我可以都不追究。可我终究是低估了人的劣根性。江峰把天珠还给我，只是为了逗弄我，看我反应。我反应越强，他们越兴奋。下一秒，他抄起铁棍向我手臂砸来，天珠应声而落，被摔成了2半。你说不能碰就不能碰，我偏碰了，你能如何？天珠就掉落在我眼前，我看着它碎成了2半，泪水突然就模糊了眼睛。江峰，你死定了！我被气到身子止不住的颤抖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出了我此生最重的一拳。江峰应声倒地，鼻子里的血瞬间冒了出来，狼狈至极。操你大爷！这狗东西居然打峰哥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狗腿子们蜂拥而上。峰哥现在是总裁老公，身子金贵无比，你打坏了你这条贱命，赔得起吗？奶奶个腿！吃软饭靠女人的东西，居然还敢打正主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狗腿子们不遗余力的都挥拳而来，许久才停歇。这时江峰也被人扶起来了，脸被打歪了，鼻子还在涓涓冒血。TMD， 要不是看在曾经是同学的份上，今天非弄死你不可。校长也帮江峰说起了话。算了算了，江峰，你这般人物，与他过多计较，反而自己落人口实，不值得。说完，校长还一副鄙视的眼神看向我。你快走吧，季时也在这儿丢人还没丢完呢。哎，我们学校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？被打倒在地的我，还没有从剧烈的疼痛中缓过来，我咬着牙颤声警告：这事儿没完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噗！刚他是在威胁我啊！我好怕怕啊！江峰无情的嗤笑出声：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，能让我走不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列车队就从几百米外驶来，更有诸多保镖护航。这些车无一例外都是豪车，每辆车的价值都在300万以上。我挣扎着想起身，却被江峰死死按的头更低了。这般浩大的排场让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待车辆走近时，我才看清头车正是我公司的车。我心中一喜，但是保镖却没有一个我认识。我的贴身保镖并没有来，一双美腿首先映入眼帘，那是宋之玉。认识多年，这是我见过的宋之玉最美的一次。她的个子本身就高挑，精致的五官加上雪白色婚纱的映衬，她就像一个无意中跌落凡间的仙子一样美，高贵圣洁的气质，惊得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，美到不可方物。我甚至能听到江峰吞咽口水的声音，这难道就是博成集团的女总裁宋之玉？果然不愧是总裁啊！
这排场真够气派的，结个婚10里红妆开道，摆来个保镖列队护送，谁说不是呢？峰哥真是好福气啊，这仙女般的人物就要嫁给他了，真是厉害，难怪有人磕破头也想吃上这碗软饭。人漂亮不说，还如此有钱，比起捧那些大腹便便富婆的臭脚要容易多了。所有人都在感叹江峰的好福气，毫不吝啬地祝福他们。只有满目疮痍的我躺在地上无人问津。江峰很享受他们的夸赞，挺直了腰杆，迎着宋之玉走了过去。之玉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今生能娶你做我的妻子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透过人群的缝隙，看到宋之玉也幸福地笑着，将手递到了江峰的手里。今生能嫁给你，也是我的福分。宋之玉温婉地笑着，两人十指紧握，缓缓朝会场走去。那笑容深深刺痛了我的眼。跟我在一起时，他总是谨小慎微，我很少看到他这么由心的笑容了。在一起1年多，我仔细回忆了下，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喜欢，就连确定关系和订婚也是我主导的。我也一直自信地认为他是爱我的。可这一刻，死去的心再次被割裂，失望到了彻底。可他明明是靠我才拥有的这些，他却背着我将这些毫不犹豫就献给了江峰。那我算什么？心疼到无法呼吸。宋总真是久仰大名啊，我是学生会的成果，做装修的。宋总别忘记我们这些会友啊。宋总，您看这是我名片，我是做酒店的，您看看贵公司的业务能不能分我们一点，咱们好好合作合作。宋总，我是学生会的秦明朗，说起来跟您还有一点渊源呢，我奶奶的表妹的女婿，是你的妈妈的远方表哥，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亲戚呢，别忘记提携我这穷亲戚啊。去你的，少在我老婆面前献宝。江峰佯装生气地踢了狗腿子秦明朗一脚，大伙都笑了起来，氛围融洽到大伙都忘了我的存在。宋之玉一到，刚刚还对我横眉冷竖的狗腿子们都一股脑地涌了上去。江峰借宋之玉的光，也笑得格外灿烂，嘴角都要咧到耳边了。面对这群马屁精的恭维，宋之玉只是礼貌地笑笑，那笑容我太熟悉了。确定关系的1年多时间里，他时常就这么对我笑。现在我才终于确定了，宋之玉根本就没有爱过我的事实，他爱的只是我的钱。江峰的父母也一脚跨过我，一脸激动地握着宋之玉的手，感叹：女儿啊，真是我江家好福气啊，把你这么优秀的人娶进来了。咱们赶紧进会场吧，我们老两口还等着喝你们敬的改口茶呢。说着，他们一家人就准备相携进入会场。突然，一阵警笛声响起，一群训练有素的警察从车上下来，包围住了整个会所。接到热心群众举报，此地有人聚众斗殴。我看到了死对头林飞冷笑着下车。林飞是我大学时的室友，说是死对头，其实我俩更像惺惺相惜的死党，只不过因为性格差异，我俩老是呛对方，所以被互相戏谑称为死对头。林飞在毕业后顺利考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警察学院，如今已经是高级警长了。刚刚被打的时候，我已经用手机偷偷给他发去了定位，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他来了，正好我来参加婚礼之前就在身上安了针孔摄像头，所以江峰一伙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无遗漏的全部传给了林飞。林飞警告道：刚接到举报，有人蓄意伤人，原本还热闹非凡的婚礼现场就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
现场气氛冰到了极点。之前动手打过我的人，包括江峰，都一脸心虚的重重垂着头。峰，你们之前打人了？宋之玉不解地问。江峰心虚转过头，清了清喉咙开口，不过就是收拾了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臭不要脸，当小三吃软饭还跑来羞辱我。听到小三2个字，宋之玉的脸色变了变，佯装镇定地开口：小三？谁？我在地上看见江峰的拳头捏了又捏，随即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没谁，你不用管，我们继续婚礼吧。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打了就打了，大不了赔他点钱就行了。想必在江峰眼里，宋之玉的出轨他也不好受吧，可又怕得罪宋之玉这个金主，忍着再讨好。对啊，嫂子，一条疯狗还专挑峰哥大喜的日子还闹事，你说该不该打？打他都算轻的了，咱又没打出个好歹来，这种人打死都活该。小三，江峰的狗腿子愤愤不平的解释。再次听到小三2字的宋之玉皱紧了眉。行了，别小三小三的了，晦气。江峰感觉给狗腿子们使了个眼色，狗腿子才赶紧住口。女儿啊，行了，别管这事了，还是你们的婚礼比较重要。既然是来闹事破坏婚礼的，说明这个人就没安好心，就该被打。江峰他父母可赶紧帮腔打圆场。说的也是，破坏我和峰的婚礼，这人确实罪大恶极，打了就算了，别弄出人命。宋之玉听了也不管我的死活，我心疼到猛烈抽搐了下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江峰瞪了眼在地上的我，转头就对林飞解释：警官，你都听到了，我有这么多证人，大家都看到了是这个人故意来婚礼现场闹事，我们才动手的，这在你们刑法上来说应该算正当防卫吧。对了，你看我的脸也还肿着呢。江峰故意把自己受伤的那边脸给警察看，又哎呦哎呦叫了起来。哎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好不容易要结婚了，还能遇上这种事，来大闹我的婚礼，警察也不站在我这边，还帮着坏人说话。江峰以为这招能唬住警察，以为警察会像以往一样和稀泥了事，可他显然不了解林飞的为人，正不正当防卫的，我们会仔细调查的，凡是动手了的，一律跟我回警局。这下江峰的父母不干了，他妈更是在地上撒泼。警察同志，你怎么帮天价呢？分别就是这个人心怀不轨，想破坏我儿子的婚礼，我们教训教训怎么了？你就算是警察也要讲理啊，你这分明是帮着人欺负我们啊！老天爷！江峰他妈躺在地上嚎叫。我看到宋之玉的脸上流露出了些微嫌弃的神色，下一秒江峰他妈就被铐了起来，妨碍执法，铐了一起带回警局。你们敢动我？我可是博成集团总裁的婆婆，你们敢？女儿啊，你可得帮妈说说话啊！江峰他妈不依不饶，宋之玉这才出面解决。警察同志，这件事能不能通融一些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今日大婚，铐人的话是不是不太好？林飞摸了摸下巴，并不是没有其他办法，你们自己私了也行，就看受害者能不能接受了。听完这话，宋之玉自信一笑，这还不简单，不就是想讹点钱吗？正好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看来宋之玉是打算用我的钱来打发我了。风，闹事的人在哪里？狗腿子连忙答道：嫂子，这里这里。秦明朗急忙挥开人群，好让宋之玉能看到我。嫂子你看，那不知好歹的王八蛋在这儿呢。宋之玉拨开人群，就看到了鼻青脸肿的我。我瘫在地上，
浑身的伤疼到了骨子里，让我没有力气可以爬起来。林飞也看到了我的窘境，他踌躇着想上前，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。多年的默契，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言语解释，反而是宋之玉，他并没有认出来我，毕竟现在的我鼻青脸肿，衣服也被扯成了一缕一缕的，连我妈来了估计都难认出。接下来他施施然拿出口罩戴上，再将自己全身喷上香水后，才一脸嫌弃地走过来。就是你在闹事，看来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说吧，要多少？只要别太过分，我都能满足你。宋之玉的声音让我感到陌生，这是一个我从来不曾见过的他，拿着我的钱装腔作势来打发我。我被气笑了，但一口血痰卡在喉间，我一时发不出声音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他。宋之玉很快就没了耐心，揉了揉手，怎么不说话？是在思考价格多少才符合我总裁的身份？我劝你不要狮子大开口，毕竟以我的身份和地位，想要玩死一个人轻而易举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见血光，劝你见好就收。见我依旧不说话，眼睛里甚至更添了一分恨意。宋之玉的脸上有点挂不住，他缓缓比了个3万，就这么多？对你们这种打工人来说，已经够你们小半年工资了，还不答应的话，你要不要试试我的报复？宋之玉抬眼示意了一下身后的保镖团队，足足100人，齐刷刷站成了几列，狗腿子们也都义愤填膺嚷了起来。我就说这货不是好东西吧，果然想狮子大开口。宋总，别惯着他，弄死他，让他见识一下社会险恶。江峰也适时开口，宝贝，你看这货就是这么贱，给钱还不走，刚才我就下手轻了点，就该把他打死。下一秒，宋之玉就抽出3叠钱砸在了我脑袋上，这是3万整，拿着钱赶紧滚吧，别脏了我的地。外人的声音我都自动过滤了，只剩下宋之玉那冷冰冰的嘴里说出来的3万。原来我在他眼里只值3万吗？确认关系的1年时间里，我在他身上花的钱3000万都不止了。订婚之后，我更是订购了一套高奢珠宝，准备送给他，价值5000万。不过看来没必要了，连林飞都能认出我，可这1年来跟我同床共枕的他却认不出。一片真心喂了狗，我强撑一口气爬了起来，用尽所有的力气将那口血痰吐到了宋之玉的脸上。宋之玉，是我对你太好了，导致你开始忘我了。我 TM 为条狗都知道对主人摇尾乞怜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 TM 怎么养不熟呢？你居然这样对我！我跟宋之玉我相识是在大学时的图书馆，那时的我只知道埋头苦读，她是我结识的第一个女性朋友，不过也仅限于朋友而已。关系真正的进一步是在宋之玉来到我公司之后，我听助理说公司新招了个实习生，只是我没想到会是宋之玉。说实话，其实宋之玉的工作能力并不算出色，甚至有些时候有点笨拙，可那时候的我偏偏就爱上了他这股子笨拙的劲。我认为他跟其他女生不同，他能直面自己的短板并去克服它。我当时觉得这个女生虽然笨笨的，可是她肯努力啊，那么我也乐于提拔一手。很多个夜晚她都加班到凌晨，然后跟我一起下班。后来在一场酒局中，我们醉得一塌糊涂，也就顺理成章睡到了一起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虽然诧异，但是不排斥。也就这样，宋之玉成功做了我女朋友。只是现在看来，她下了好大一盘棋，
那盘棋大到甚至从大学时就开始部署了。认清现实的代价是残酷的。这声音，石野，是你吗？宋之玉犹如见鬼的表情看着我，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，站也不是，蹲也不是，甚至宋之玉的全身都开始抖了起来。江峰一下子跳出来，英雄救美，季石野，你 TM 想死是不是？怎么跟我老婆讲话呢？识相的就拿上3万块钱离开。围绕一旁的学生会成员也纷纷开口，这废物还敢嘴硬，居然骂宋总是狗，看把宋总气的都发抖了。季石野，我劝你拿着钱就走吧，也亏的是宋总今天大婚，不想将事情闹大，不然你死定了。是啊，这人真不知好歹，旁人的话对我造不成攻击，我只是直视着宋之玉的眼睛，扯开一抹讽刺的笑。宋之玉，我竟不知你今天大婚，恭喜啊！抱歉，我礼数不全，没有准备贺礼，要不日后给你补上。短短2句话，饱含了我一肚子的心酸和失望。宋之玉眼看事情败露，身体抖成了筛子。江峰看宋之玉的表情不对，转头就怒斥我，你给我老婆吃了什么迷魂药？之玉，你说啊，你不爱她对不对？你爱的是我。江峰摇了摇宋之玉的身子，表情颇有几分狰狞的味道。宋之玉依旧一言不发，一脸死灰。江峰气上心头，又是一脚直踹我胸口上，气血翻涌，我一口血吐出，半天才缓过气来。这时宋之玉才像惊醒过来，他一把推开了江峰，就扑向了我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江峰嫉妒到发狂，他疯狂拉开宋之玉，摇晃着他的身子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才是你老公，他不过吃软饭的废物一个，你跟他有过一段，我可以当作没发现，玩玩而已，但你要知道，我才是你老公啊，你爱的应该是我。啪！一记清脆的耳光，众人都愣住了。你滚！季石野才是我老公。宋之玉态度转变得太快，以至于众人都没反应过来，怎么不按套路来？不对啊！众人议论纷纷，江峰更是嫉妒到了睚眦目裂的程度，却不敢对给他一巴掌的宋之玉再有任何不满。怎么可能？宋总居然喊这小三老公？峰哥，这是……大家都把疑惑的眼神看向了江峰。江峰脸色苍白，嘴巴嗫嚅了半天，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人更加颓废地望着宋之玉。之玉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你怎么喊他老公？你的老公是我啊，是我江峰啊，你为什么抖？你在害怕季石野吗？他不过就一个打螺丝的废物，你怕他干什么？有老公我给你撑腰呢，你之前许诺过的要爱我一生一世，我们还领证了，你看我们才是合法夫妻啊，他不过就是个小三。江峰颤颤巍巍拿出结婚证，企图证明什么，可事实上他想错了。宋之玉毫不犹豫就撕碎了结婚证，将碎片撒在了江峰的头上，并含情脉脉地向我承诺，石野，你看，我爱的还是你，他不过就是个过客而已，你才是我最终的归宿，我的人，我的心永远都只属于季石野。石野，你不会怪我的对吗？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好吗？说完他还俏皮地嘟了嘟嘴，像往常向我撒娇那样，可如今见到他虚伪的脸，我的心中只有悲凉和愤慨。你快别装了，都快30岁的人了还装嫩，我觉得恶心。宋之玉慌了，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。石野，你在怪我对不对？人家知错了，再也不犯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再也没了耐心，将含情脉脉的宋之玉一把推开，质问了起来。别装了，
你不过就是怕我收回你现在拥有的所有财富。拜金女，这个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学时就开始了吧？我说的是肯定句。那晚的醉酒也是你干的吧？我酒量很好，从来不贪杯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可独独栽在了那晚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始作俑者，我每说一句，宋之玉的脸就白上一分。老公，我知错了，我保证再也不敢了。我们能不能回到从前？宋之玉跪在地上泣不成声。也是，他知道我这个态度，就表示我们没有可能了，财富即将被收回，又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可是他的眼泪对我来说再也不是武器了。江峰看到宋之玉卑微乞怜的模样，彻底疯狂了。之玉，你起来啊！你跪他干什么？你是博成集团总裁，你怕他干什么？宋之玉只是抬眼定定地看了江峰一眼。江峰，你才是废物，你毁了我拥有的一切。即使也才是博成集团的总裁，我不过仗着自己是总裁未婚妻在吹牛而已。看看，你们都信了，真可笑！哈哈，宋之玉破罐破摔了。此时，我的保镖也挤进了人群，将我扶了起来。陆总，我来迟了，请您责怪。这一刻，就连时间也停止了。有点头脑的都能看出来，宋之玉说的是真的，我才是博成集团总裁，而他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。江峰更是个笑话了。林飞适时递出了话头：季总，这次你遭罪不少啊。他戏谑的话语，我倒是没听出来多少惋惜，更像是在幸灾乐祸。这损友，季总，你这车，我记得是1个亿独家定制的吧？全球仅此一辆，之前想借来是试手，季总还吝啬来着。林飞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好像还有那只被摔碎的帝王绿手镯和高僧开光过的天珠，都是无价之宝啊，够得赔了。江峰父母听到这话，两眼一白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而那群之前对我拳脚相加的同学，也全都被林飞请进了警局喝茶。警局里，我请来财务做了财产评估之后，给出了具体的损失金额，一共是9亿8千万。我呢，也不想那么斤斤计较，都是昔日同学，赔我9亿就行了。听到这数字，他们个个都吓傻了，开始攀关系。季总，我可是没有动手啊，里面没有我。是啊，你是没有对我动手，可我记得就是你砸车砸得最欢。季总，季哥，季大老爷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您就是把我分尸全部卖了，也赔不上这么多钱啊！攀关系不成，他们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装可怜。可我心里满腔的怒意怎么可能平息？风光了半辈子，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。我是不是有提醒过你们，这不是你们能赔得起的东西？可你们怎么说来着？对，骂我狗东西。那么狗东西们，你们就倾家荡产赔吧，实在没钱，坐牢也行。我没有那么圣母，能轻易原谅这些施暴者。如果我没有这层身份，换了另一个人，说不定真会被他们玩死。性质太恶劣了，必须严惩。看我并不吃这套，无路可走的他们想起了今天的始作俑者江峰。你干的好事，我们就吃个酒，你把我们弄得坐牢，我看你 TM 才是废物。你还骂人家季总吃软饭的小三，废物，害人精。直到我走时，依然能听到里面传来喋喋不休的咒骂声。后来江峰被赔到倾家荡产之后，被判了15年，而那些狗腿子们被判刑7年后，各自的家庭也都妻离子散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助理的示意下，他们被监狱的人狠狠照顾了一番，每个人身上都落了残疾。宋之玉曾向我求过情，
我并没有理他，并且很快就收回了我带给他的全部红利。后来，我看见了一则颇有噱头的新闻：冠三被抛弃之后，继续勾引有妇之夫，被弄死在城南河里。画面中依稀能看到死者的手臂上有个鲜红的野字，那是宋之玉跟我确认关系后主动去纹的。看到消息的我心中颇为平静，并不会为这条生命的消逝而难过。有些路是自己选的，人性就是如此，无他，就由自取而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